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5号啊，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们继续分析当前的天气形势，特别是即将登陆的台风贝比加啊。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下午5点啊，卫星云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贝比加的云系结构还是非常完整的啊，呈现出典型的这种螺旋状。那台风中心呢，现在是位于浙江舟山偏东方向大概30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啊。从地面分析气压图上也可以看到啊，台风中心气压已经降到了975百帕，这就表明贝比加已经发展成一个强烈的台风系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啊，贝比加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啊，在浙江宁波到江苏启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候，这个强度可以达到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啊，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就相当于是每秒35到42米啊，这么一个风速。这个强度啊，还是不容小觑的啊，可能会对登陆地区啊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啊。这是过去7天的卫星云图，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贝比加它的转变形成啊，减弱又增强的过程。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影响台风运动和强度的几个关键因素啊。首先是副热带高压啊，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从500百帕的高空图上，我们看到台风北侧有一个明显的高压脊啊，就这个位置啊。这个高压脊的存在呢，是有利于台风进一步的发展和维持的。高压脊啊，给台风提供了有利的这个环境条件，包括充足的这种水汽供应，还较弱的这个垂直风切变，这些因素啊，都有助于台风啊保持它的强度，甚至进一步的增强。同时呢，这个高压脊啊，还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引导着台风啊移动路径。台风呢，它会沿着高压脊的南缘移动啊，这是高压脊的南缘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贝比加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随着台风靠近中国东部沿海啊，高压脊的位置和强度变化，那都将直接影响台风的最终的登陆位置。除了高空环境啊，海洋条件啊，也对台风速度的变化起着这个重要的作用。目前台风啊所在的海域的海水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这就给台风啊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来源。但是随着台风向偏北方向移动呢，它会进入相对较冷的水域，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台风的增强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台风可能带来的这个灾害性天气的影响啊。首先是强风啊，从这个我们看一下阵风的图吧。从阵风这个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风圈啊直径是很大的啊。从海浪预报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中心附近啊会出现9米左右的狂浪啊，这对海上和沿海地区的这个安全还是构成了很严重的威胁啊。沿海居民还是需要严格的遵守当地政府的防台风的指示，船只呢应该尽快的回港避风啊。其次呢是强降雨啊，台风啊将给浙江、上海、江苏，包括安徽啊带来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啊这些地方，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啊可能导致城市内涝、山洪爆发以及发生次生灾害，所以这些地区还是要高度警惕。另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这个风暴潮的威胁啊，台风引起的强风啊，会把这个海水吹向岸边，再叠加这个天文大潮的影响啊，可能在沿海地区会造成严重的这个海水倒灌。那根据预报啊，江苏盐城到杭州湾北岸的沿海啊，将出现8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啊，这对
沿海低洼地区啊会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需要大家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另外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台风贝碧嘉它来的时候呢，正值什么呢？中秋节假期是吧？这就给这个防台风啊，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不便啊。许多人可能已经制定了出行计划，但是考虑到台风影响啊，还是建议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适当的调整你的行程安排啊。对于已经在旅途上的朋友啊，还是要务必注意安全，听从啊当地的政府和景区的这个指挥啊，不要盲目行动。那除了台风直接影响的区域之外啊，台风环流啊和道路高压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在内陆地区形成比较强的这个复合上升运动，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因此呢，在安徽啊、江苏北部，这些地方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个不利的影响啊。那么从更大尺度上说呀，那贝碧嘉呀，它的生成和发展啊，也反映了那么今年夏秋季啊，东亚地区的这个大气环流特征。今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呢是偏强，这就给台风的生成啊，带来了有利条件。同时呢，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呢，也可能对西北太平洋这个台风活动呢产生影响啊。这就提醒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啊，我国东部地区还是需要保持对台风天气的这个高度警惕啊，不能掉以轻心。最后啊，我想强调的是呢，虽然啊，我们是现在通过各种先进的观察和预报技术来分析台风的动向，但是台风系统本身啊，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它的路径和强度可能会因为各种的因素而发生变化，所以啊，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你们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服从当地的这个防台风指挥啊，千万不要只看自媒体的啊。同时，我们每个人还是需要掌握一定的这个防台风知识啊，比如说在强台风来临的时候，肯定要关紧门窗，是吧？加固室外的物品啊，你准备手电筒啊、收音机啊这些应急物品，了解呢所在地区避难场所的位置。那暴雨时候啊，不要在低洼地区这个地带逗留啊。只有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准备情况下，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实际损失。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台风贝碧嘉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强台风天气系统。它虽然小巧强悍，但是呢，它很有可能对华东地区和内陆地区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所有影响地区的民众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呢，能够积极配合防台这个抗台工作，共同应对这次台风挑战啊！这就是这一期的台风分析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会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资讯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大问题的话呢，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块直播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的中秋假期，再见。